大家好，我是曼大。如果您在曼好频道中有收获，请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期待曼好频道能陪伴版友一起获利共好。这集进入房贷存股套利系列第23集。我们曼好频道的理财主题分别有房贷存股套利系列、零成本存股系列、美债 ETF 实战系列、全持股实战系列、动能致富系列以及特别篇的重点分享。重点摘要说明房贷套利系列。曼大在2021年6月21日申请20年期360万房屋抵押贷款，因房屋老旧，最多只能申请20年。诚如日前的分享，人生贷30年就不要申贷20年，人用新青安40年就不要申贷30年。年限能拉长，现金流压力就会降低。曼大用2年半的时间，将340万的房贷部位布局完成，自己打造类高股息 ETF， 布局持股中有34档个股5档 ETF， 4组类 ETF 近2年都有 7% 以上殖利率的表现。根据计算，只要年投报率在 6.4% 以上，这个账户的现金流就会持续维持正金流，资金就能像滚雪球一样，慢慢的越滚越大。这个存股账户目前已步上轨道，每年只要统计一次股利，1年设定一次，按月设定隔年的房贷月缴金额定存，每月自动解开1包定存缴房贷即可，还有1包地震火险费用1652元，活存预留扣款即可。今年股利统计到7月16日，已经开奖的差不多了，目前统计有29万元。下一有股利开奖明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认真看。360万房贷1年本息是 22.5 万元，股利缴房贷每年都还会有剩，只要持续和时间做好朋友，20年后房贷用股利缴清。自主 ETF 里头的全部股票资产都是用自己的投资理财能力赚到的。我们持续分享能提升财商的好资讯，帮助有缘的好朋友加快达成财务自由的目标。曼大360万抵押贷款是在中信借的，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如果要增贷，暂时只考虑在中信进行。前2周接到中信房贷专员的电话，得知目前中信房屋增贷利率有机会来到 2.5% 以下了。VIP 客户近期拿到最好的利率是 2.3 几，非 VIP 客户虽然拿不到 2.3 几，但争取 2.5% 以下还是有机会的。房贷专员是这么说，所以曼大就先送件申请评估，静待后续的审核。倘若有机会拿到 2.5% 以下的利率，曼大就会使用借长资短，用长年期的房贷资金将175万的短年期信贷清偿掉，多出来的资金就等待机会，继续做进可攻退可守的房贷套利布局，继续用股利缴房贷。曼大今天影片的财商提升时间，分享大人哥提升财商好知识，借贷与偿还思维，活用房贷、信贷、质押，这样好工具，可以帮助自己妥善的规划好现金流，长期投资没压力。请你认真看完这个段落，包你一定会有收获。回主题，大概3月左右，在进行1000万房贷套利合作计划之前，曼大有主动询问中信房贷专员，得知中信增贷利率最低是在 2.68%， 当时合作伙伴都能申请到 2.3 到 2.5% 的房贷利率，中信房贷利率偏高，所以就先留言，当利率有机会降到 2.5% 以下的时候，我再送件评估。现在有机会了，得先送件评估，才能知道核贷利率条件。房贷利率跟申请人的财力、抵押物、负债比等因素都有关，这里不展开讨论，后续再跟版友更新确认的条件和后续。曼大360万房贷是用30多年的老房子申贷的，所以最多只能申请20年期，建筑物是没有什么价值了。之前看银行建价表，建物大概不到100万的价值，主要有价值的是土地。随住疫情爆发后的通膨升温，房价爆发，全台物价、土地、房地产都跟住鸡犬升天，全面的暴涨。幸运的在土地价值也跟涨的同时，有机会评估申请房屋增贷融资。这里是曼大自主 ETF 的全部股票，都是曼大自己做功课布局的。在零成本存股系列影片中，您可以学到曼大存这些股票的选股逻辑。目前零成本存股系列做到 EP17， 新剧也曾涨超 100%， 但目前又跌下去了，待下次涨超1倍时再来做影片。以曼大的选股逻辑，进可攻退可守。目前观察名单中，信景、至上进到不错的价格区间，有兴趣稳稳领股利、长期存股的版友，可以留意这2只股票，分批布局，降低持有成本，稳稳领股利，耐心等爆发。曼大的自主 ETF 中，总共有34档个股及5档 ETF， 不含台积电，已经有18档曾经成功涨超过1倍，在涨1倍时卖掉一半，就可拿回投资的成本，达成该股票的零成本投资目标。自主 ETF 账户统计到7月16日，估计今年可以领到29万的股利。房贷本息1个月是还款18611元，每年5月缴一次1652元地震火险费用，没有升息的话，1年的房贷本息费用是22.5万元。
目前贷款到6月21日已经满4年了，在16年整个房贷缴完后，原本要缴房贷本利的 22.5 万元就会全部变成曼大的被动收入，整个自主 ETF 的全部股票也都会变成自己的资产，只要愿意努力就可以赚到应得的报酬。目前股市又持续突破新高，台美股市在三牛一熊景气循环节奏下，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就有机会迎来景气循环的回荡。倘若有提前做好准备，当股市拉回的时候，就有准备好的子弹，可以及时进场布局。这2年的股市下杀，都是快速 V 赚上来，倘若手上没有马上可动用的资金，大概来不及进场就 V 赚了。鼓励认同房贷套利逻辑的版友，倘若你有闲置的房产资源，可以参考曼大的策略布局。广积粮、缓称王，开始缓步的筹备资金，在引来黑天鹅股灾时，勇敢的投资布局。更新曼大之一的合作计划实战布局。从4月13日签订合作计划之后，曼大不怕逆风，先建立基本部位。原先在58元左右要布局 685L 基本部位，由于新用户开得慢，等开好时已经错过布局的好机会，如今已经涨到82元，这部位就算是残念了，得耐心等待下一次的布局好机会。合作伙伴原本就有部分持股，56股数很少是凑买一张所需的零股，而台积电还差150股可以先补成一张，静待下次布局好机会。在曼大7月16日撰稿的当下，目前基本部位布局已经有 25.9% 获利，由于部位还不大，目前获利金额是 31.6 万。这个合作案没有借贷压力，准备长期参与市场至少20年的资金，相信在20年后，这600万的布局资金可以滚成一笔值得期待的退休金。市场从4月9号触底微转之后，台股大盘已经从17000涨到23000，目前设定小部位每股定期定额持续建立部位，其余资金会耐心等待下一次股市回调的机会，再进行大部位的布局。回到340万房贷存股部位现况，这个月按兵不动，投入成本因为除息，凯基系统会自动扣息，除息金额会跑到现金额，本月未实现损益增加 17.4 万，含息报酬率增加 6.85%。现金余额部分缴了一期的房贷本金加利息18611元，以及一期地震火险1652元，开始领到股利。现金余额增加56404元，已缴房贷本息加火险总额升到 87.8 万，房贷余额减少12960元，房贷余额为299万元。存股账户总市值增加 12.4 万，账户总市值562万。2月底时高630万，市值下跌至今，仍然回荡约68万。长期待在市场的版友，日后会慢慢习惯波动，在市场中处变不惊。接着是投资部位现况小结，统计自主 ETF 存股账户从2021年6月到今天的投资现况，截至2025年7月16日统计时，大盘指数的涨幅 0.03%， 我们账户跌幅是 1.79%。4月下杀前还远远跑赢大盘，这次下杀跌幅比大盘多，主要是之前部分 AI 概念股在 AI 热潮的带动之下，直接涨到过热价。曼大之前在茂讯、劲丰、海运电价格不错时，有回收部分资金，不过也有像非结不巧刚好被借券，导致在设定好的175元过热价没顺利卖出，少回收一点资金，没法在4月低点进场。损益部分，借券部位的未实现损益是263266元，现股部位的未实现损益金额是1642168元，两个部位加总起来，账上未实现损益金额是1905434元，加上今年已实现损益222106元，和今年之前的已实现损益243721元，账户不含息获利是2371261元，再加上定存利息以及借券利息，含息获利已经有2448099元，投资总报酬拉回到 68%。财商提升时间，大蓝哥在台湾50正2杠杆投资法研究社中有一个不错的分享，提供给大家参考。个人财务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借贷与偿还，两者的周期长短。房贷是最好的长期借款，超过20年以上；信贷是中期，7到10年；质押是短期，1.5年。考量支出年限的长跟短会有4种情况：第一，借长支长，借房贷长期来投资股票，长期；第二，借长支短，借房贷长期来支付生活费，短期；第三，借短支长，用质押短期来投资股票，长期；第四，借短支短，用质押短期来支付生活费，短期。大蓝哥不建议用质押来提高保险的原因，因为股票短期会有波动，要长期投资，波动才会降下来。长期指的是至少5到10年，而质押的期限是短的，通常是只有 1.5 年。到期后能否继续质押，会有一些变数，现在没遇到，不代表之后不会遇到。所以大蓝哥不喜欢把质押有不确定性的借贷放到一个长期的不确定性的股票上。有些人会算得很精准，觉得时间到都能完美衔接，这个风险其实算高。
大人更认为质押比较适合拿来作为短期的支付，例如生活费或大跌时的抄底，这比较合适。曼大用质押部位布局美债来防范股灾，大概是用3到4年的周期目标来布局的，也不是想要永久无限的质押下去。之前曼大有过分享，质押较好的使用时机是在股市大跌的状况下，比如大盘已经跌了30%，这时候才是使用质押的好时机，因为安全性大大的提高了。一来已经避过大杀维持率的主跌段，二来能借的金额也被压缩，安全度也相对的提高。三来股灾时最好不要卖股票，用质押借出的生活费不会太多，借贷资金不用多，就能有效的帮助我们度过股灾，不让我们股票砍渣阿呆股，是 CP 值非常高的操作。曼大的会员伙伴们都知道这个重要观念。看完大人哥对质押的看法，若是长期的贷款选项，建议优先考虑房贷跟信贷。信贷最长是7到10年，算是中年期贷款。你换个角度想，只要过程中持续的转换增贷，例如缴款5年后转贷，重新申贷，只要付个开办费，就可以把信贷从7年拉到12年。但这需要工作跟信用不能变化太大，持续找到愿意承接你信贷的银行，这样就可以达成无限期转贷的信贷循环，7+7+7+7。有些人会说，质押不也是可以衔接？是的，但 1.5 年的时间终究是太短，还是有一些变数在。在考量股市的波动，最好不要用短期借款来承受长期的风险。以上的重点是规划好自己的现金流，房贷、信贷、质押、正二，这4者混合搭配，可以创造出非常强大的现金流。很多人说不要借钱投资，我们尊重。大部分的公司都在举债投资，有好工具不用，那是每个人的选择。举债思维是从更完整的角度来看待个人的财务状况。举债是为了更安全，而不是更危险。当你能借长治长以后，自然就不会对债务有负面的看法。好的财商，持续跟版友分享，希望你有收获。曼好频道会员计划，以1000万等级的规划案例，作为频道会员房贷套利影片的主轴。曼大计划用3年的布局时间，手把手示范，一步一脚印的往前走，完整记录如何使用房屋增贷布局股票套利。倘若你有闲置的房产资源，或可考虑参考曼好频道专属会员，跟住曼大的示范与操作节奏，一起在股海中实战布局。曼大在执行1000万布局计划时，除了会在频道中说明布局计划，也会同步更新当日的进出场记录，在曼好频道会员系统中分享布局的对账单。温馨提醒，曼大习惯左侧交易，通常买入后都还会跌一段，所以您有机会布局成本比曼大低，我稳取得比曼大更好的报酬。在频道会员的贴文和影片中，您可以看或跟住曼大是如何拟定布局计划，一步步将子弹打进市场，成功的用房屋增贷资金来投资获利。未完待续，我们下期见。